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伊。因为最近比较忙的关系，几乎没有什么骑车的时间，好像只有上下班通勤而已。每天塞在车阵中，真的很厌世。这支影片也是之前录的，刚好放的假，加上疫情的关系，都待在家，就赶快把握时间，把影片拿出来剪一剪。今天骑的就是这一台 SYM KRN BT，山羊零售系列之一的麒麟。每次讲名字都一直不小心叫成隔壁棚的。当时看到照片，加上网友的讨论，真的觉得它很像一台外劳的电动车。不过看到实车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像啊。我想这一台 KRN 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那两根长长的刀叉吧。这几年来，很多车都开始诉求轻度越野，可是蛮多车其实都只是把样子做得很越野而已，实质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之处。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没事去越野吧。可能顶多就是上班通勤，加上蛮多道路品质的关系，让越野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我打算比照平常骑车出游的模式，骑着这台山羊的 KRN 出门走走吧。刚跨上这台车，觉得以一台 125cc 的车来说，它的车并不算大台，不过座位空间却还蛮够的，脚踏空间也不算小，都是足够的。不过因为这台车设计的关系，不像一般速克达可以挡住前土族卷起来杂物，这台 KRN 如果在下雨的状况下使用，感觉会跟骑挡车一样，虽然有挡住一部分，不过地上的水还是有几率卷起来，弄得鞋子脏脏的，这部分可能就要注意了。轮胎的部分是马吉斯的多功能巧克力胎，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购入这台车的话，以我个人用车习惯都是通勤来说，我可能会先换掉。另外不得不说，这骑乘视角，如果我头部低头照到脚的部分的话，看起来好像自己正在骑一台挡车的感觉一样。左边把手部分跟一般速克达一样，但是因为我没有骑过其他台山羊的车，我发现超车灯坐在这边还真的不错用。另外 KRN 也有山羊的招牌科技30科技，对于通勤的人来说，怠速熄火的功能我觉得蛮方便的。仪表板的配置我个人也觉得蛮清晰的，很容易判读，尤其时速的部分我觉得很清楚，也不会像其他有些车款反而会因为反光的问题看不见。头灯的部分采用的是 LED 头灯，山羊这几年来在配备上都给的蛮齐全的，对于买来不太想改车的人来说是一大福音啊。车厢空间我只能说，不同的车取向不一样，但是真心觉得这几年的速克达好像都为了外形设计的关系，造成车厢空间越来越小。KRN 的空间不算大，但是还堪用，大概一顶3/4安全帽，再放一些杂物，勉强还 OK。另外，在我帮车子拍照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一个小巧思，让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心。原来这台车还有饮料杯架。骑乘在路上给我的感觉是，起步蛮迅速的，瞬间加速也不错，可以轻松到达表速60-70。避震部分，因为我一个人骑，我觉得还算舒适。可是如果2个人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偏软。另外，我在转弯时候有发现到一件事情，速度不快的话倒还好，如果速度稍微快一点，再加上遇到比较大弧度的弯的时候，会让我有一种前轮跟后轮各自走自己的感觉。那种感觉我不太会形容，但是我感受到的是，明明前轮已经在转弯了，后轮却在直直走，一直想把车拉回直线，一种前后分开的感觉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克力胎的问题，还是其实这就是这台车的特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接下来是外观统整的部分。如果想看看外观的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是罗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